堡垒之夜的开发商，同时也是大名鼎鼎的虚幻引擎的开发商 Epic， 在2020年就发起了对苹果和谷歌的法律诉讼，指控其应用商店政策构成垄断，强制开发者使用内购支付系统，并收取30%的高额抽成。Epic 当年是真的猛啊！直接在堡垒之夜手游中绕过2家支付系统，并且提供了外链支付的通道，导致游戏被这2个平台直接连夜下架。随即他们就同时起诉了谷歌和苹果2家公司，而现在这2个官司都有了结果。在谷歌案中， Epic 在2023年大获全胜，因为谷歌被爆出曾经贿赂过诸如动视暴雪这样的开发商，用金钱手段让他们不要推出自己的游戏应用商店，并且还销毁了证据。最终谷歌被判必须开放第三方应用商店。而在苹果案中， Epic 在初期几乎就要败诉，但美国法院在2021年还是裁定了一个对于苹果的要求，那就是苹果不得禁止开发者引导用户使用外部的支付链接。然而苹果后续3年不仅没有遵守判决，还变相设置新的障碍。他们重新搞了一个高达27%的外链支付手续费，想要绕开法庭的判决，继续收他们的苹果税。不仅在用户去外部链接的时候进行恐吓，谎称外部链接不安全，而且更夸张的是，他们的财务副总裁 Alex Roman 竟然在宣誓之后公然在法庭上撒谎，现在正面临刑事起诉的风险。在法院看来，苹果这么干就是故意不按法院的要求来，就是为了搞垄断所采取的歪门邪道，好保住那条赚钱的路子。然而法院早就说过，这条路子本来就是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审判的法官判决书里说道，苹果公司竟然认为本法院会容忍此等抗命行为，实属严重误判，一如既往掩盖行径只会让事态恶化，对本法院而言绝无第2次机会。最终苹果被判必须要执行以下3点：第一，不得对应用之外的交易进行抽成；第二，不得限制开发者引导用户去外部的支付平台；第三，不得夸大应用外支付的不安全性。这些改动虽然最先会在美国的市场发生，但是一旦开头，全球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会很快跟进。我可能已经不怎么玩手游了，但是这件事情还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们每一个玩家，尤其是在去平台化和云游戏推广的越来越快的情况下。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判决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大家好，欢迎来到第9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9艺术的真谛。朋友们，过去整整10多年，苹果靠着对 iOS 生态的绝对掌控，可以说是躺着就把苹果税给收了。这堵墙不仅死死地压住了开发者的利润空间，最终多出来的这笔钱的每一块每一分都会转嫁到我们消费者的头上。想想看，你花10美元买个游戏道具，苹果二话不说先拿走3块，开发者为了活下去只能提价，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咱们玩家。就拿堡垒之夜来说，它在 iOS 平台下架之前的短短几年就赚了超过10亿美元，其中30%，也就是好几亿美元，直接进了苹果的口袋。判决下来之后，开发者现在可以大大方方的在应用里放上第三方的支付按钮或者是链接了。苹果再也不能用所谓的安全警告去吓唬我们这些用户了。这个变革可不仅仅是空话，它影响的不仅仅是手游或者是跨平台游戏这么简单而已，而是整个苹果生态里的所有应用程序。裁决一下来，音乐巨头 Spotify 立马更新应用，接入了自己的支付通道，1分钱的佣金都不想再给苹果了。像 Patreon 这样的创作者平台也进行了跟进，内容创作者在 iOS 平台的收入瞬间就能涨 30%。 根据 Epic 估算，减免的苹果税每年就能给全球开发者省下超过100亿美元，
这意味着我们玩家以后至少在跨平台游戏和手游里能够用更低的价格享受同样的服务了。而开发者们也终于能够甩开膀子搞更多的创新，不用再给苹果交买路钱了。厉害！移动游戏市场即将迎来一场渠道革命 ，iOS 系统很快就将大面积的向第三方应用商店敞开大门。Epic 状告谷歌的那场硬仗赢了，判决要求谷歌在3年内必须向所有的第三方应用商店敞开安卓的大门，这使得 Google Play 不得不把竞争对手的商店也摆上货架，共享应用列表，而且它也不能再用预装补贴、签独家协议这些阴招去打压对手了。只有在市场有竞争的时候，我们消费者才有得选，并且能从中得到好处，这绝对是件好事。我们再来看看苹果这边，欧盟其实早就靠着数字市场法案，硬是逼着苹果开放了生态。从 iPhone 改成 C 口的强制要求，到抽卡游戏必须标注每一抽的现实货币金额，不得不说，欧盟在保护消费者这方面确实领先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区挺多的。在这个法案出台之后， Epic 抓住了机会，火速在欧洲推出了 iOS 版的自家游戏商店 Epic Store， 而且 Epic 的游戏商店只有 12% 的抽成，还承诺开发者前100万美元的收入不需要跟他们分成。这些政策的吸引力着实不小，已经吸引了超过4000万的用户，而且还在持续增加，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低抽成模式完全走得通。虽然苹果的应用生态在美国和其他地区还没有完全放开，但支付外链自由化已经动摇了苹果生态闭环的根基。未来几年，应用商店这块战场拼的将是真本事，谁家的开发工具更好用，支付体验更顺畅，推荐更精准，才能真正赢得开发者和用户的心。这场支付革命正在打破平台间的壁垒，为玩家带来真正无缝的跨平台游戏体验。在以前，甚至是现在，很多跨平台的游戏玩家在 Steam 或者是安卓上充的钱，打开 iPhone 版本的游戏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刚充的钱不见了，只能在 PC 或者是安卓手机登录的时候才能看见。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怪苹果那套支付隔离政策，他们强迫每个平台的内购系统各管各的，让跨平台账号互通成了摆设。但是 Epic 在2025年的这场法律上的胜利，总算给真正的无缝游戏体验铺平了道路。技术上，开发者终于可以统一用自己的第三方支付系统了，玩家的每一次消费在所有的设备上都能立刻生效。 Epic 现在在美国已经重新上架了 iPhone 版本的堡垒之夜，而且说到做到，保证全平台同步。微软的手机应用商店也将很快带着云游戏和体验更完善的 XGP 登陆 iOS， 跨平台服务的普及肯定要加速了。这一波变革最大的赢家就是我们玩家，不仅不同的手机系统游戏上的消费价格真正公平了，而且社交自由也回来了。根据 Epic 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堡垒之夜被苹果下架之后，超过7000万的 iOS 玩家流失了。现在支付壁垒被拆了，跨平台联机的生态肯定会重新火起来。这场革命的核心说白了就是把选择权还给了玩家，至少在那些可以跨平台游玩的游戏上，我们现在在哪儿玩，怎么付钱，跟谁一起玩，在很大程度上再也不用被平台的巨头画地为牢了。眼看着支付和渠道两条战线都在失守，苹果也没有闲着。最近有消息爆出，他们正在偷偷摸摸地策划着更狠的一招，那就是收购游戏引擎 Unity， 想直接掐住手游开发的技术命脉。这个行为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引擎就是生态的基石啊。Unity 加上 Epic 的 Unreal 引擎，两家就占了全球引擎市场的半壁江山。苹果要是控制了 Unity， 完全可以通过捆绑自家云服务等隐性手段，悄悄引导开发者往它的 iOS 生态里面钻。如果苹果掌握了引擎技术标准的话语权，它完全有可能对高性能手游搞类似 iOS 优化独占之类的霸王条款。现在 Unity 的态度就成了关键，
虽然他们公开强调保持独立对行业最好，但是万一以后真的收购成功了，开发者们这下可就难办了。一方面，技术自主权可能被削弱，苹果很可能把 Unity 和它自家的图形工具深度绑定。如果你想跨平台开发，那成本蹭蹭的就往上涨。另一方面，分成模式可能会渗透进来，引擎的许可费用说不定会和 App Store 的抽成挂钩，形成开发、分发两头收钱的双重征税。这场暗战暴露了垄断的新玩法。当支付的高墙坍塌之时，巨头们正在把目光转向更底层、更隐秘的对于基础设施控制权的争夺战。Later， 还记得苹果当年拍摄的 Mac 宣传片里面充满了对于打破垄断的坚持。如今屠龙者终成恶龙，而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提高。这场 Epic 与苹果的世纪之战远不只是一场关于30%苹果税的争议，它彻底动摇了移动生态的垄断根基，重新定义了开发者和玩家的权利边界。支付自由化、第三方商店的崛起、跨平台体验的打通，这场胜利不仅让开发者摆脱了平台税的枷锁，更让我们玩家至少在手机上迎来了更公平、更开放的游戏时代。但巨头们的博弈远未结束，当苹果试图从引擎层面重建垄断的壁垒时，我们更应该保持警惕。技术的进步不应该成为垄断的工具，生态的繁荣必须建立在自由竞争之上。这一场战役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当开发者、玩家和监管机构能够站在一起，即使是科技巨头耗费数年建立的高墙，也终将会被推倒。Anyways， 欢迎收看第9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 Epic 和苹果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